谢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谢谢朴总长，各位早上好。那么刚才前面这2位的发言呢，对习近平政府的对外政策讲的都很全面。那么我想呢，这个着重讲一下习近平政府的东亚政策。尽管新政府上台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新的东亚政策的议程正在形成。那么新的政策思路呢，也逐渐的明朗。我个人感觉到，就是习近平政府的东亚政策，实际上它面临4大挑战，要解决4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处理东亚地区的海上的争端问题，包括跟日本的钓鱼岛争端，包括在南海和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争端。第2个挑战或者任务就是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第3就是因应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就是所谓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第4呢，就是如何推进东亚合作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就谈一谈我对新政府的东亚政策思路，它的一个风格的理解。第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东亚地区的海上争端？那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中国在处理周边争端的时候，它是把维稳放在第一位，就是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所以在涉及到地区争端的时候，我们宁可维稳，而不是去维权或者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更多的强调是搁置争议。但是近年来，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他们开始想突破现状，要在这些问题上要推进他们的这个利益的目标。那么周边国家的这些推动，也迫使中国重新思考它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些传统的政策和思路。那么我觉得这个思考的结果，就是中国现在更多的把维权放在比维稳更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想维稳，但是现在人家不要维稳，人家想推进他们的利益。然后在维稳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牺牲了我们的权益。所以在新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定地来维权，在这个过程中来实现维稳的目标。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政府处理海上的争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处理海上争端的时候，要坚决反制日本、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挑衅行为。什么叫反制？反制就是讲，如果你挑衅的话，我要坚决的回应，而且我回应的力度要足够大，让你感觉到你来挑衅，你来改变现状，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够让对方比较现实的面对这样一种争端的局面，然后大家来共同寻找办法，把局势稳定下来。在钓鱼岛问题是这样，在南海问题也是这样。那么第2个呢，我想就是中国不打第一枪，但是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此话怎讲？就是中国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没有变，但是他要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周边国家他要挑起一场军事冲突，他挑起军事冲突的目的或者动机，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在军事上能够战胜中国，而是希望把美国拖进来，让美国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或者就是在海上由于意外的事故引起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第3呢，我想就是中国加大了在海上执法的能力。就是过去我们讲钓鱼岛是我们的，或者是南海这些争端的岛屿是我们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去巡逻、去执法、去管理，所以反倒是越南和菲律宾他们在那里执法、在巡逻、在追捕中国的渔民、在抓扣我们的渔船。那么这几年我们加大了在海上执法的力度。最后就是维稳的问题，尽管这些争端短期内得不到解决，但是中国呢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大局的稳定。我们讲的就是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
和相关的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那么大家这里注意到，就是首先要考虑到历史事实，再考虑到国际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边界它是历史的形成的，它不是国际法界定的。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才有，那1982年之前很多的边界或者是海上的这个边界的划分都已经既成事实，是不是有了新的国际法就要重新去考虑对这些边界这些主权问题重新进行考虑呢？那不可能，那样世界就乱套了。所以首先要考虑到一种历史的事实，然后要考虑到相关的国际法。那么这就是中国新政府现在如何处理海上争端的一个基本的思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挑战，应对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是个老问题，但是有新的挑战，对中国的相关的政策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年以来我们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有以下的一系列调整。比如说我们的领导人，包括我们的外交部的部长、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是批评朝鲜的某些挑衅的举动，这跟过去主要是采取私下规劝、私下说服做工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公开的这个阐述我们的立场，甚至公开批评朝鲜的某些举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对朝鲜进行第3次核试验表示强烈的不满，然后呢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道推出了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朝鲜到现在为止搞了3次核试验，那么这次联合国的制裁应该是最严厉的一次，没有中国的支持，这样一个制裁措施是不可能通过的。那么还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更坚定地明确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以前有一种猜测，就是中国可能他把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放在是一个次要的地位。刚才这个严学忠教授也讲到，这个地区的稳定，朝鲜半岛的稳定是第一位，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也感觉到，如果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个地区的稳定呢也很难得到保障。所以这二者之间是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第3个调整就是我们加大了跟韩国、跟美国相关的政策磋商，包括在某些问题上的一些有效配合。那么这方面呢我就不展开，大家都看了一些报道。第4就是我们在与朝鲜的交往中，通过双边渠道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甚至安全上的压力也好、影响也好，希望能够影响朝鲜相关的政策。那么第5个调整就是我们在积极发展与韩国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你如果看一下这半年多来中朝关系，它在政治上和安全上的一种冷淡的状态来相比较的话，那么中韩关系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这半年多的这个热热闹闹的发展，那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呢，可能我们考虑到在跟南北朝鲜的关系上要保持一个平衡，甚至就是要向北方做适当的倾斜。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我们跟南北朝鲜的关系，那肯定跟韩国的关系，它的一个这个紧密的程度，一个发展的力度是超过跟北方的关系，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么第3个方面，刚才讲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就是怎么样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美国亚太战略的亚太再平衡，是不是越来越以中国为主要的目标？那么中美在亚太、在东亚，是不是今后竞争或者对抗的态势成为一个主导的方面？这是我们新的领导人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近年来，特别是这个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以来，我们对美政策上有一系列新的举措和思路。比如说，这个积极强调中美之间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刚才前面2位都提到了。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
那首先就是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的大国，一个是既有的大国，他们不能像历史上这两类大国关系那样，最后走向冲突，比如说一战、二战等等。第二呢，不仅不能要发展冲突，而且要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关系，这就是往一种积极方向去引导。那么，我觉得提出西行大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实际上是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产物。它成为这个超级大国，它更多的是由于冷战的推动，所以它的外交政策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它强调力量的优势，强调军事力量的使用，强调这个 balance of power， 然后强调同盟等等这一套东西，这个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政治的产物。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崛起它是发生在冷战结束、全球化相互依存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所以中国今天思考国际政治，它的理解更多的是带有21世纪的色彩，那就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要成为命运的共同体，成为利益的共同体，这个就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思维。所以对美国你要引导它，冷战结束了，但是美国人的冷战思维没有结束，没有思维结束，而且对他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去引导美国，要让美国人的思维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时代的发展。那么除了引导以外，你还要去牵制，因为美国它是相信权力政治的。怎么样去牵制美国？比如说我们加强跟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习近平做了国家主席以后，第一站访问的就去俄罗斯，然后他就强调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刚刚结束的中俄海上的军事演习，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也是这个很多年没有过的事情。除了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外，还有就是发展这个中印关系。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新任的总理李克强第一任访问就是到了印度，所以中印关系今后也是越来越重要。除了这个引导牵制以外，当然还要斗争。这个斗争从东亚来讲，就是要防止美国过多的转入东亚的海上争端。那我们就要告诉美国，你要当心，你的有些盟国在这个地区制造麻烦，给这个地区制造不稳定，然后他们也想把你引进来。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在菲律宾和菲律宾的这个黄岩岛的争端问题上，美国最后是做了他们盟国的工作的，做了美国盟国的工作。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影响美国的，就是加大跟美国合作的力度。最近大家看到，就是中国跟美国宣布要开始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就是中美只有达到利益的高度的依存，那么才能够确保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稳定。最后一个挑战或者任务就是如何推进东亚的合作。那么大家知道，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 TPP 以后，东亚的合作受到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作为东亚国家，不可能放弃东亚的合作。从中国的这个东亚政策议程来讲，现在第一位的就是中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果今年结束不了，明年肯定可以结束，而且也应该结束。另外就是中日韩的 FTA 的谈判。那我很高兴看到，尽管中日政治关系冷淡，但是我们中日韩三边的这个 FTA 的谈判实际上还是在进行。而且日本它尽管在政治上向美国靠，但是在经济上它离不开中国。当然还有 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个就是10+8国家。那么如果这个协定能够在2015年年底达成的话，对美国推进的 TPP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牵制，而且实际上它的经济的这个含量要远远超过 TPP， 就是从它的增长的潜力来讲。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中国在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 FTA 的升级版。就是我们觉得过去中国跟东盟国家做的 FTA， 它是一个比较低的层次，
现在我们要在贸易的便利化、要在投资等等方面要提升。同时呢，要跟一些东盟国家，比如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大力发展双边的经贸合作关系。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东亚合作的推进，我想呢，中国有信心，就是只要他自己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增长的势头，然后我们按部就班的开展这样一系列的地区的合作，就可以有效的化解来自美国推动的 TPP 的挑战。那么，东亚的合作符合所有东亚国家的利益，包括这个韩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新的政府尽管执政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在应对他的东亚政策所面临的4大挑战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路，有了比较现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而且他们推进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期待的就是我们的东亚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能够产出更多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中韩两国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